加里曼丹岛位于亚洲东南部，北临中国南海，是世界第3大、亚洲第1大岛。这座岛屿四周环海，中部地区则被大片原始森林覆盖，人们将这些地区称为黑暗森林。而在这片森林里，生活着一个古老而又神秘的民族——达雅族。他们也是这座岛屿的原住民。达雅族人口众多，为了方便管辖，他们分成了7大族群，而伊班族正是达雅族的其中一条分支。加里曼丹岛由3个国家共同管辖，分别是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3个国家将这座岛屿切为3块区域，分而治之。而大多数的伊班族则生活在岛上由马来西亚统治的沙拉越州。伊班族人的祖先原本居住在加里曼丹岛沿海一带和卡普阿斯河的沿岸，但数百年前，由于环境的原因，他们抛弃了原住址，携家带口，越过沙拉越州和印尼的边境，进入了拉让江上游流域，从此在这里安居乐业。而伊班族的族名伊班，就是上游之人的意思。在外界眼中，伊班族一直以神秘著称，而这一切都来源于他们的传统习俗。猎头文化。猎头文化是伊班族的历史和文化中极具特色的一部分。历史上，伊班族和达友族因为部落冲突，长期处于敌对状态。那时的双方都以猎取敌军的项上人头为荣，因而诞生了最初的猎头文化。每当伊班族的战士们从战场上带着敌人的头颅凯旋之时，就会受到族民们的热烈欢迎，甚至会为此举行盛大的仪式。在仪式上，族民们往往会盛装打扮，伊班族的男性们身着战袍，手持武器，女性们会极为讲究地穿上他们最华丽的服饰，对着血淋淋的头颅跳着象征胜利的舞蹈。这不仅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也增强了族民们的凝聚力。在这之后，因为受到猎头文化的鼓舞，族内的成年男子们纷纷效仿，他们将猎得的敌军将士首级挂在房屋门前，不仅起到了威慑敌军的作用，更是一种有能力保护家人的象征。可由于猎头文化实在过于血腥暴力，一直以来都备受外界争议。不少人认为，如此违背人道主义和落后的文化是不值得被传承和宣扬的。于是，伊班族在后来步入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渐舍弃了这项习俗。伊班族最后一次猎头活动发生在1945年左右，当时的加里曼丹岛被日本入侵，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日本人残暴的行径下，许多伊班族人忍无可忍，重拾了猎头习俗。他们将日本军官的头颅掠下，试图用这样的方式反抗和击退敌人。在将敌人彻底驱逐出岛后，伊班族人结束了所有猎头活动。直至今天，猎头文化已经彻底成为了历史，但在一些伊班族人长屋的房船上，仍然悬挂着象征英雄主义的头颅奖杯，并且在过去庆祝猎头成功的猎头节，也作为一种文化记忆和象征被保留了下来，成为了伊班族内最具代表性的节日。在这个节日里，伊班族人会穿上他们华丽的传统服饰，表演各种舞蹈，来庆祝丰收和祈求神明庇佑。这些表演不仅展现了伊班族人的勇气和智慧，也让他们更加珍惜如今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眼前穿着传统服饰，背着藤条制成的背篓，赤脚行走在扶梯上的人，引得周围人频频侧目。这一幕发生在2022年的沙拉越梅里机场。当时的伊班族人穿着他们最引以为傲的传统服饰，准备坐飞机去沙巴参加文化节。古老的民俗文化在与现代化设施的碰撞下，竟迸发出一种奇妙的韵味。除了猎头文化，伊班族最有名的便是他们色彩丰富的传统服饰了。这不仅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更是他们文化传承和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伊班族男性的服饰一般以展示雄风为主，他们头上会戴一顶用藤编制成的帽子，上面插着长长的犀鸟羽毛，尽显原始风味。而他们身穿的战袍通常用一块兽皮制成，上面点缀着五颜六色的贝壳和鳞甲，围戴在肩上，显得威武又神秘。此外，
伊班族男性通常还会手持一个两端尖形的长形盾牌和一支长约7尺的矛，这不仅是他们狩猎和战斗的武器，更是他们威猛的象征。与伊班族男性追求高大勇猛的审美不同，伊班族的女性注重的是视觉上的华丽感，因而她们的服饰更加细腻和精美。她们头上会戴一顶由亚达叶制成的大帽子，走起路来帽子上的树叶、羽毛等装饰品随风飘扬。为了支撑起帽子，她们总是将头抬得高高的，像一只高傲的孔雀。每逢节日盛典，伊班族女性的服饰则变得尤为讲究，她们会穿上一种名为 Poa Kambu 的自制棉衣和围裙，这是一种伊班族引以为傲的织染技法，主要用于仪式性场合。而 Poa Kambu 也会根据织法的复杂程度分为不同的级别。伊班族的女性们会在 Poa Kambu 上绣上各种图案，如虫鸟、鱼兽和植物等，这些图案复杂而美丽，代表着伊班族独特的审美和文化。同时，他们还会在头上插满银坠子，在耳垂上佩戴又大又重的铜环，就连手腕、小腿和腰上也都穿戴着各式各样的银器。这些饰品看起来繁杂且笨重，但在当地人眼里，这不仅是一种增加魅力的手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能体现他们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对伊班族而言，纺织是非常神圣的。在伊班族的传说中，纺织这门技艺是祖先们通过梦境赐予给伊班族人的。按照梦境中祖先们的指示，伊班族人再将纹样纺出。没得到祖先的启发，是无法织出 Poa Kambu 这样精美的布的。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伊班族的服饰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如今，许多伊班族人已经摒弃了穿耳、纹身等习俗，日常中也会穿 T 恤、短裤等较为轻便的服饰。尽管如此，他们依然珍视和传承着自己的传统服饰和文化。在不少伊班族传统节日庆典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们身着华丽的传统服饰和载歌载舞的身影。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对于粮食，伊班族是十分敬重的。他们认为粮食是神明和大地赐予他们的礼物，一碗饭甚至一粒米，他们都应该怀揣感恩之情。因为对粮食的敬意，伊班族的许多仪式和庆典都是与农耕息息相关的，这包含了他们对神明的虔诚和信仰的寄托。稻米和糯米是伊班族人的主要粮食，除了当作日常主食，心灵手巧的伊班族人还将它们玩出了花样。他们会将这些食物做成糕点或酿成米酒，其中他们用自制酵母和糯米一同发酵后酿成的米酒，不仅酒精浓度高，味道更是香醇无比。这种被当地人称为 Tok 的传统米酒，如今也成为了许多到访游客的必尝品。除了稻米和糯米，从一些旅游博主的 Vlog 里面，我们也能发现当地一些别具风味的特色美食。因为居住在热带雨林中，在严苛的生存环境下，伊班族很懂得利用雨林中的各种食材来制作美食，而竹筒鸡就是一道非常传统的伊班族美食。竹筒鸡的做法非常简单，伊班族人将从野外打来的鸡剁成肉块，或者香菇、木薯叶、香茅等食材一起塞进竹筒里，用火慢烤至熟，烤出来的鸡肉香软嫩滑，既保留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又混杂着竹子清新，让人回味无穷。此外，伊班族的传统食物还包括各种口味的卤肉、炸年糕等。这些美食不仅口感十分丰富，在制作上也是独有伊班族的特色。伊班族的美食文化不仅体现在食材和烹饪技艺上，更融入了他们的智慧和对生活的热爱。在享用美食的同时，伊班族人也传递着对生命的尊重和对自然的感恩。与许多土著民族一样，伊班族也有一套自己独特的语言，虽与马来语等南岛语系语言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也存在明显的区别。神奇的是，伊班语并没有在文字方面的史料记载，完全凭借着口述，口口相传至今，因而口头文学也成为了伊班族的一大宝藏。然而，这样的方式同样面临着考验。
一方面有着信息失真、主观偏见等一系列准确性问题，另一方面则面临着传播率低、传播范围窄等窘境。如今，承载着伊班族文化、历史、传统的伊班语，因为口头文学的弊端和政府的不重视，甚至到了难以延续的地步。如今许多伊班族人能够掌握流利的英语和国语，而对于本民族的伊班语却不甚了解。可即便如此，伊班语目前仍然是伊班族社区和文化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电影片段中我们能够看到，伊班族所居住的房屋十分富有特色，他们往往依合而建，用竹子和木桩架构出一整排连在一起的房子，被称为长屋。互有亲戚关系的伊班族人往往会居住在同一间长屋内，并且每当添丁进口，家族便会加盖房屋。长屋的长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家族的兴旺程度，因而就有了一些蜿蜒在河边的长屋，甚至长达几百米。有趣的是，伊班族还有着移屋的传统。在过去，伊班族人为了能在条件艰苦的原始森林内生存，他们会根据季节、气候、土地资源等状况来不定期地进行长屋的迁移。他们通常会选择靠近水源、土地肥沃且食物资源丰富的地方建造新家，以便族人能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但长屋移动的频率和时间并不是固定的，伊班族人会根据现实具体情况来决定。加里曼丹岛全年湿热的气候让这里密林丛生，为了更好地将家族紧密联系在一起，智慧的伊班族人发明了长屋。不仅如此，他们还将长屋用高架木桩支起，一方面为了通风散热，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洪水和毒蛇的袭击。而如今，由于现代化生活的冲击，伊班族人移屋的传统已经被渐渐摒弃。比起不断地寻找新的居住地，伊班族人更愿意选择在固定的地点建造更加稳固和舒适的长屋。此外，由于政府对土地资源的规划和保护，伊班族人移屋的传统也受到了更多的限制。走进长屋内，我们能看到墙壁和台子上摆放着许多精妙绝伦的手工制品，那是伊班族人最引以为傲的木雕和藤编工艺。木雕是伊班族艺术中的瑰宝，他们擅长雕刻各种动物形象，如犀鸟、长鼻猴、鳄鱼等。这些木雕作品不仅栩栩如生，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例如，犀鸟在伊班族文化中被视为吉祥的象征，长鼻猴则代表着智慧和勇敢。这些木雕作品不仅被用于祭祀场所，还被许多伊班族人当作房屋的一种装饰。极其精美的也会被视为一种珍贵的艺术品收藏。与木雕一样，藤编同样也是伊班族艺术中的一大亮点。智慧的伊班族人会利用藤条编织出各种精美的篮子、袋子等日常用品。这些藤编制品在展现精美工艺的同时，也十分具有实用价值。通过对伊班族这些传统艺术的品鉴，我们可以感受到伊班族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传统文化的坚守。无论是别具匠心的长屋，还是长屋内的装饰品，都彰显着伊班族仿佛与生俱来的创造力和一种就地取材的智慧。在这个视频里，伊班族族长愤怒地对着镜头斥责：我们的国家叫马来西亚，不叫马来亚。这个国家不仅有马来人，也应该有我们这些土著的伊班族人一席之地。马来亚是马来西亚独立前的名字。1963年9月16日，马来亚联合邦同新加坡、沙巴和沙拉越共同组成了如今的马来西亚。从历史和地理的角度来看，马来亚和马来西亚之间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众所周知，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和文化的国家，由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伊班族等种族组成。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不同的种族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和传统，同时也滋生了一定的矛盾和冲突。而这些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历史遗留问题和政治因素。马来西亚被分为东马和西马，西马以马来人和华人为主，而东马则以像伊班族这样的土著居民为主。
在西马高速发展的今天，位处东马的沙拉越仿佛依旧没有较大的进展。谈到如今的马来西亚，有博主这样评价过：如果说吉隆坡像上海，马六甲像成都，那么沙拉越就是一个小镇。直至今天，一提到沙拉越，还有不少网友调侃是住在树上的地区。同为一个国家的东西部，差别如此巨大，这也逐渐激化了种族间的矛盾。究其背后，与历史上英国的殖民脱不开干系。而电影《字典情人》中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正是沙拉越州被英国殖民时期。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随着欧洲殖民势力的扩张，英国殖民者进入到了婆罗洲地区加里曼丹岛，并一眼就相中了这个地方。当时的英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对于自然资源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本土资源已经不足以支撑英国的发展。然而，看着眼前这个有着庞大原始森林的婆罗洲地区，英国殖民者蠢蠢欲动。为了获取木材、橡胶和矿产等资源，英国殖民者在伊班族的土地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伊班族为了守护家园，与殖民者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伊班族利用森林里丰富的自然资源，做出弓箭、弩等战斗装备，并利用地形对英国殖民者的入侵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可双拳难敌四手，面对英国殖民者先进的长枪短炮，尽管伊班族取得了一定的反抗成果，但终究未能阻止英国的入侵。在多次冲突和战争后，英国殖民者逐渐确立了其在婆罗洲的统治地位。伊班族被迫接受英国殖民者的统治，并完全丧失了对自己土地的控制权。之后，英国殖民者对伊班族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和压制。从电影中就能看出，面对前来从教的蔡斯克，沙拉越州当地派出了伊班族姑娘西利玛作为他的字典情人。这些字典情人其实就是当地居民为英国官员们准备的情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照料英国军官们的日常起居，并教他们说当地语言。这种字典情人制度的存在，反映了英国殖民者在沙拉越州的统治方式。他们企图通过学习和掌握当地语言，对当地进行文化侵略。他们用先学语言再进行教育的方式，让伊班族人逐渐接受英国的文化和价值观，从而达到掌控族民的目的。而伊班族的高层们也试图通过向英方提供字典情人来满足英国军官的性需求，从而维持他们的高层地位。不仅如此，英国对整个婆罗洲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对不同的种族采取不同的管理政策，而这一决策是导致后来马来西亚各种族之间产生隔阂的主要因素。在被殖民期间，尽管伊班族人在此期间顽强抵抗，可也潜移默化地经历了变革和转型。例如，伊班族在被殖民前有着猎头文化，可在英方看来，这样的风俗极为野蛮和残忍，因此被废除。这一废除行动不仅改变了伊班族的传统习俗，也促使他们开始接受现代文明的教化。随着二战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彻底走向崩溃，伊班族终于迎来了独立和解放的机遇。他们开始积极寻求民族独立自主，尽管经历了殖民和现代化的冲击，伊班族仍然努力保留和传承自己的传统文化。他们通过节日庆典、传统艺术等方式来弘扬本土的民俗文化。而一些伊班族人除了掌握英语外，也在积极地学习和使用自己的母语伊班语，以保留本土文化的独特性。在整个过程中，伊班族人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通过政治斗争、外交等方式争取到了更多的自治权和独立地位。为了规避殖民时期遗留下的隐患，伊班族也不断加强与马来西亚其他民族之间的融合，通过通婚、文化交流等方式来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直至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马来亚也就此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各种族之间的融合到达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总的来说，
马来西亚内各种族之间的矛盾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需要政府、社会各界和各民族共同努力来加以解决。而伊班族作为曾经最骁勇善战的民族，森林之子，在经历社会历史的变迁和洗礼后，一方面积极融入现代社会，一方面也在发扬自己的特色民俗文化。然而，如何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相信这个问题不仅是伊班族，更是全球所有原始民族目前面临的主要困境。为了应对这个考验，智慧的伊班族人民也做出了许多尝试。他们开始积极开展旅游业，并在社交媒体上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希望以原始、少数民族等标签来吸引游客，从而达到促进当地发展的作用。在伊班族人的努力下，沙拉越州的梅里在2005年成功获得马来西亚政府批准，由一个小渔村成功升格为一座旅游城市。关关难过关关过，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伊班族人民依然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毅力，在发展方面取得连不错的成就。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伊班族定能找到属于他们的传承之路，走出沙拉越，走出马来西亚，走向世界。